你有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你捧出一颗真心，对方却当成筹码，你毫无保留的付出，感觉却像走进一场必输的赌局，最后只剩无底的心疼，没有回应，没有感恩，甚至反过来让你头疼欲裂。你反复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自己不够优秀？今天我告诉你一个被隐藏的真相，有些人看似是人，骨子里却带着前世的烙印，这并非迷信，而是能帮你少受伤害的智慧。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就会明白你的善良为何总被辜负，以及如何用智慧保护自己。从前有一位心地仁厚的茶叶商人，他在南方小城开了一间铺子，生意顺遂。他向来乐于助人，街坊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手。有一年冬天，一位远房亲戚带了个少年来投靠，说是乡下家境贫寒，父母种田，孩子辍学，想出来学门手艺，求他帮忙安置。商人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个少年大概16、17岁，生得清秀，一口一个叔叔，叫得恭敬。他每日抢着干活，学习也快，待人接物都让人欢喜。商人把他当自家人看待，手把手教他识茶、泡茶、储茶，甚至连进货渠道、老主顾的联络方式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日子一晃就是10年，少年学成了一身本事，人也变得活络，跟铺子里的老伙计都混得很熟。商人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安稳地过下去，可没多久，怪事发生了。几个往来多年的老主顾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商人起初以为是商业竞争，后来一位相熟的客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他，隔2条街新开了一家茶铺，老板是个年轻小伙子，姓陈。这家新铺子卖的茶叶品种跟老店几乎一模一样，连铺里的摆设都是同样的风格，甚至连泡茶的手法、招呼客人的方式都像是从他这里复刻过去的。那个年轻老板正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徒，学徒用他教的本事开了一家和他一模一样的店，抢走了他多年积累的客源。商人打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后来他偶然遇到一位出家人，便向对方倾诉了这件事。他讲完了困惑和伤心处，家人听后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让他醍醐灌顶的话：这个年轻人身上前世带来的狼的习气太重了，你对他有恩，那是你的善缘，但他的本能是划定地盘，守护自己的利益。你对他的好，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可以暂时依附的地盘，一旦他发现有更好的能由他完全掌控的地盘，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翻脸离去。这是他的生存模式，就像狼护食一样。他的世界里没有感恩，只有利害。商人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有些人披着人皮，却沿用着畜生道的生存法则。你的掏心掏肺，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你允许他进入你领地的许可证，你教会他本领，他却用来反噬你。这就要说到6道轮回了。佛陀告诉我们，众生因为业力在6道中流转，这6道分别是天道、修罗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即便某一世得了人身，其他道的习气依然会留下深深的烙印。畜生道的根本习气，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痴。这种痴不是指智力低下，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无明，是对因果、对恩情、对更高精神层面的感知障碍，灵魂深处的一种麻木。一个带着畜生道习气的人可以很聪明也能干，但他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最原始的生存本能上，比如如何获取更多资源，如何占据更高位置，如何排除异己，如何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好处。他无法真正感受感恩，因为感恩需要一种灵性上的觉知，他的系统里没有安装这个程序。他也无法理解成人之美，因为成乐是建立在对未来和因果的理解之上的。他更不在乎伤害别人，因为伤害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超出了他那套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系统。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畜生道的习气主要会显现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狼的习气，这种人控制欲极强，攻击性也很强，他们通常气场强大，行事果断。初相识时，你甚至会觉得他很有魄力，但只要你和他深入交往，就会发现他对周围所有人都有一种隐隐的支配欲。他无法接受别人不听从自己，无法接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在任何群体中，他都会本能的去确立等级，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是老大。如果你顺从他，他会对你很好，一旦你让他觉得你越界了，他的反应会大到你无法想象，他会瞬间翻脸，那种冷酷和绝情跟之前的热情判若两人。和这种人相处久了，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小心翼翼，说话前要先揣摩他的心情，做决定前要先想想他会不会有意见。你把自己活得越来越卑微，却浑然不觉，因为他给你灌输的观念就是这种主导与服从的关系天经地义。第二种是蛇的习气，这种人表面通常温和，
甚至显得有些柔弱，让人忍不住想保护他。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说出来的话让人很舒服，能让你很快放下戒心。但这类人有一个要命的特点，就是记仇，而且是把仇恨深埋心底，不动声色地等待时机的记仇。你可能在无意中说了一句让他不舒服的话，或者在某件事上有意无意地妨碍了他，他当时不会有任何异样，甚至还会笑着跟你聊天，你已经进了他心里那份账本。等到某一天时机成熟，他会用一种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让你栽个大跟头。他不会跟你正面冲突，而是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或者在背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话，又或者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装作没看见你被他伤到了，却抓不到任何把柄，因为他什么都没做，只是顺势而为，恰到好处地让你受了伤。第三种是猪的习气，这类人的破坏性比前两种低，但消耗性极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贪图安逸，得过且过，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反省的能力。他们自私，但自己完全意识不到。他们不一定会主动害人，却会用一种温温吞吞、无声无息的方式，把周围人的耐心和精力消耗殆尽。比如你和他搭档做一件事，前期沟通得很好，但真正执行起来，他永远是那个拖后腿的人。他有100个听起来合理的理由，但就是一直没有进展。你帮他，他觉得理所当然；你不帮他，他还会埋怨你。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在他的认知里，他已经很尽力了。和这样的人深交，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热情好像被一个温水壶里的水一点一滴地给蒸发了。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已经筋疲力尽，而他却可以若无其事地用他那套4平8稳的逻辑，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第4种是蚂蟥的习气。种人核心的生存策略是依附和索取，而且是永无止境的。他们非常善于营造我好需要你的氛围，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依靠，让你产生一种不能抛下他的责任感。一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在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心里还有一丝温暖，但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需要是完全没有边界的。你帮他解决一个问题，他会带来3个新问题。你付出了1分精力，他会索要10分。当你感觉被消耗殆尽，想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时，他就会立刻用各种方式让你产生愧疚感，让你觉得是你不够好，是你心太狠，是你抛弃了他和蚂蟥型的人相处。那种被抽干的感觉是真实的，不是比喻，而是身体上能体会到的疲惫和空洞。这4种人你一定在生活里见过，甚至可能某个让你放不下的人恰好就是其中一种。看清这一点，你可能会觉得心里一紧，但这种感觉是好事，代表你开始清醒了。可是清醒之后，很多人会陷入第2重更深的困惑。你会开始怀疑自己，你会在心里反复地问，明明是对方有问题，为什么难受的是我？为什么我反而觉得动弹不得？为什么我越来越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明明觉得事情不合理，可就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对劲吗？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会不会我才是那个难相处的人？这个现象叫做被吞噬的自我，这也是畜生道习气的一个副作用。那些习气重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近乎本能的生存技能，那就是让周围的人变得更弱、更依赖、更容易被掌控。狼性的人用强势的否定来打击你，蛇性的人用让你搞不清方向、无法确定自己感觉是否准确的方式来迷惑你。猪性的人让你习惯于降低标准，接受敷衍了事。蚂蟥型的人让你产生都是我不好，才会让对方这么痛苦的负罪感。他们做的这些事甚至不是精心策划的阴谋，那是一种随着习气和业力自动运行的机制。但结果就是你在这类关系里待得越久，就越容易怀疑自己的感受是否真实，自己的判断是否可信，自己是不是根本就有问题。你越来越不敢相信那个最早感觉到不对劲的自己，因为对方告诉你想多了，是你太敏感，是你要学会包容，而你因为善良，因为习惯于反省自己，真的就顺着这个思路走了。佛法里有个词叫正念，在人际关系里，正念就是保持对自己感受的诚实和信任。当你第一次感觉到哪里不对劲的时候，那种感觉往往是你内心最清醒的部分发出的警报，那不是你太敏感，而是你的本能在保护你。接下来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你会遇到这些人？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一生身边都是好人，都能真诚相待，而你自己却总是遇到消耗你、伤害你的关系？佛法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让人又心痛又豁然开朗。
越是心地善良、自身福报深厚的人，越容易成为习气重的人所依附的目标。这不是诅咒，而是一种业力的牵引。一个人若前世积累了相当的善业，今生的磁场就会带着一种温暖和安定感。这种磁场对于习气深重的人来说，有着本能的吸引力，就像一个在寒冷黑暗中待久了的人会本能的靠近光和热。你的善意、你的耐心、你的愿意付出，在他看来不是被感动的对象，而是被识别为一种可以依靠、可以索取，而且不会轻易翻脸的资源。他靠近你未必是因为你的好让他感动，而是因为他的生存本能嗅到了供养的气息。所以你遇到他们是因为你身上有光，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缘分。你们的相遇可能是你过去世发下的愿，要在今生度化某些众生，也有可能是你需要了结的一段旧业。你能承受这种因缘而没有彻底被击倒，这本身就是你的福报和功夫。但你要明白，福报要用对地方，慈悲要有智慧，不能糊里糊涂的被耗尽。讲到这里，要插入一个故事。从前深山里有座小寺院，住着一位师傅和几个弟子。有一天，弟子们下山办事，在镇上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人声称自己漂泊多年，听闻佛法后心生向往，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修行，求弟子们带他去见师傅。弟子们觉得他谈吐不俗，眉宇间还有几分灵气，就把他带上山了。师傅见到这个年轻人后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年轻人开始诉说自己在世间受的苦，讲红尘如何让他心灰意冷，如何渴望脱离这一切。从头开始，他说的时候眼神诚恳，语气真切，听上去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渴望解脱的人。师傅听完后只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先住下，等3个月后我再为你剃度。年轻人有点失望，但还是答应了。弟子们觉得很奇怪，问师傅这个人求道心切，为什么要让他等3个月？师傅说，我看他眼神里隐藏着一股未化的蛇的习气，他是会伪装的人，他看人的方式是一种盘算的方式，那不是求道的眼神。求道的人眼里是渴望和疑问，是甘愿为真理粉身碎骨的坚定，但他的眼里是估量，是打量，是在评估这里有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有没有可以被他利用的资源。我们是修行人，是他的上半个句号，他就等着看下半个句号写什么，我就等等看他能不能压住这股习气。3个月过去了，弟子们发现那个年轻人早就卸下了最初的伪装，他住在寺院里，对一位负责杂物的老婆婆呼来喝去，好像使唤自家活计一样。他抱怨伙食差，抱怨活太多，他的善良和虔诚3个月就维持不住了。师父对弟子们说，现在看明白了吧？一个人如果带着深重的习气，身边没有他需要表演的地方，他是收不住那股劲的，能收住，说明这个人已经能克制自己。收不住带在身边，迟早会两败俱伤。慈悲从来不是把人拉入怀抱的糊涂，没有智慧的慈悲，最终只是被人利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习气并非不能转化，但转化的前提是那个人自己要有觉知，有意愿，他得先能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愿意花功夫去管住自己。如果他自己连转化的意愿都没有，对你的好不但不会让他成长，反而会变成他继续沉沦的温床。因为你的纵容和付出，无形中让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模式是被接受的，是没问题的，是不需要改变的。面对这样刚强难化的众生，在缘分未到时，强行度化往往是损人不利己。你的冷漠其实是一种有智慧的慈悲，一种清醒的慈悲，它远比糊涂的不计代价的燃烧自己要来得高明。听到这里，你或许会反问，那我自己呢？我前世是不是也在畜生道里转过？我身上是不是也带着这些习气？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诚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着其他道的残余习气。如果你在财务上斤斤计较，小亏损就心痛很久，那是恶鬼道的习气。如果你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想用气势压倒别人，那是修罗道的习气。如果你麻木茫然，对生命的意义毫无追求，只想过一天算一天，那就有几分畜生道的影子。你可以找个安静的时候，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当一段关系让你疲惫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先找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你要格外小心。这种过度自省本身就是某种习气，让你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到让别人可以轻易踩在你头上。当你在一段关系里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你的第一冲动是不是把话咽回去，跟自己说算了？如果是你，问问自己，这真的是宽容吗？还是一种害怕冲突、害怕失去、害怕被别人评价为难相处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恶鬼道的形态之一，
是对关系和安全感的执着。当你对一个人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时，你依然会选择继续付出吗？如果会问问自己，这真的是慈悲吗？还是一种成瘾的模式，一种通过付出来证明自己价值的习惯？这个习惯可能是你前世在某段关系里付出是唯一能让自己不崩溃的方式，这个模式留到了今生，让你在本能地走进一种消耗性的关系里。有句老话说，狗改不了吃屎，这话听着刺耳，但放在佛法的语境里，却有一层深意习气。这种东西靠外力是逼不掉的，必须是那个人自己觉察到自己想改，自己用功，才有可能一点一点的转化。如果你自己还站在水里，你伸手去拉另一个溺水的人，结果往往是两个人一起沉下去。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能度化众生，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先出了苦海，所以面对身边那些让你疲惫、消耗甚至受伤的人，你该怎么做？第一件事是识别，但不要评判。你要看清楚这个人身上的习气模式，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再受伤，而不是要给他贴个标签，然后升起轻蔑和怨恨。一旦你升起了怨恨，你就和他在同一个频率上纠缠了，而且这个新的恶业是你自己亲手种下的。所以识别的同时，心里要保持一种平静的清明，就像你知道今天会下雨，你带上伞，但你不会因此去怨恨天气。第二件事是保持距离，随顺因缘。佛家讲缘起缘灭，你与一个人的这一世有这段纠葛，自有其业缘，无论是善缘还是孽缘，你都无法完全避开，但你可以选择如何演绎这段缘分。你可以让自己像一片叶子顺着水流飘过，但不把心掉进河里。你可以保持一个善意的距离，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你的心情和付出对一个习气未化的人来说，可能只是负担，可能是诱惑，可能让他更添业力。第三件事是发愿和祝福，这是佛法里最美的地方。你和某人结了这段缘，你受了伤，你不需要忍气吞声，当然也不需要以牙还牙。你可以在心里为他发一个愿，愿他早日升起觉知，愿他的习气能够逐渐转化，愿他在未来的轮回里能够遇到善知识，能够听闻佛法，能够从这种无明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个发愿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和慈悲。你体会过这种苦，所以你祝愿他离苦。当你真心发出这个愿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为自己种下最殊胜的善因。金刚经里须菩提问佛陀，善男子善女人发了菩提心，应该如何安住，如何降伏其心？佛陀说要发愿度尽一切众生，但又不要执着于有一个我在度众生。用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你可以对所有人保持善意，但不要执着于你的善意必须得到回报，不要把你的付出和对方的改变捆绑在一起。你做了就放下了，你真心对待过就翻篇了。这种做了就放下的状态是一种非常解脱的状态，它不是冷漠，而是做完了该做的，然后安安静静的生活，不纠结于任何结果。再讲最后一个故事，有一位大姐叫阿芳，她19岁嫁到夫家，丈夫高大爽朗，恋爱时情话绵绵。结婚头1年还算好，可从第2年开始，丈夫的本性就慢慢浮出来了。他嗜酒如命，喝醉了就回家发脾气，轻则骂人，重则摔东西。她生第1个孩子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医院，因为丈夫正在外面和朋友喝酒。孩子满月时，家里的积蓄已经被她败了大半。阿芳想过挣扎跑回娘家，娘家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得自己受着。她也闹过，甚至有一次收拾好行李决定走了。那个男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扇自己耳光，说一定改。她心一软又留下了，然后一模一样的事，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这样过了20几年，孩子大了，各自成家。她的脸上爬满皱纹，眼里藏着说不清的疲惫。后来她因为带孙子参加法会，第一次接触到佛法。她这一生积攒了太多苦，佛法的道理像水渗入干涸的泥土，她吸收得很快。她开始明白，她这一生的婚姻不是冤枉，而是一种业力的偿还。她的丈夫前世大概做了不少欠她的业，今生就以这种方式来磨练她，也成为她修行的逆缘。有一次，一位师父讲经，讲到轮回里那些畜生道沉沦太久的人会带着愚痴的习气来做人。阿芳突然就流泪了，不是悲伤的泪，而是一种突然看透了的泪。她后来跟人讲，她终于明白丈夫是什么了。她的丈夫就像一头牛，牛不知道什么是对错，不会感知你的情绪。你对他哭，他没感觉；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懂。你期待他有一天会改，那是你再跟一块石头要温度。他不是坏，他只是那样。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顿好自己的心，然后好好的为他念一声佛。当他想明白这一点，
20几年的沉重好像忽然轻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心酸，但里面有一种深切的透彻，它不是消极，不是认命，而是真正从轮回的逻辑里跳了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用慈悲和智慧去化解一段沉重的业缘。他没有选择继续纠缠，也没有选择怨恨，而是选择了理解，然后平静地保持距离，把别人的业力还给别人，把自己的心找回来。所以人际关系恰恰是最好的修行道场。那个让你愤怒的人是在照见你的嗔，那个让你恐惧的人是在照见你的贪，那个让你疲惫和困惑的人是在照见你的痴。他们的出现都是你认清自己、修炼自己的机会。真正的无情从来不是冷漠无情，高高在上地给别人判死刑，而是一种清醒的挚爱，一种有边界的善意，一种知道自己力量有多大，因此不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业力的智慧。你是一盏灯，可以直接照亮黑暗，但不能因为一个房间太黑就把自己烧成灰烬。你要先保持自己的光明，才能持续去照亮更多的人。很多人学佛学着学着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以为慈悲就是对所有人都毫无保留的付出，以为设立界限就是自私，以为拒绝就是冷漠。但佛陀从来没有这样教过。佛陀在世时对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方式，对有的人他直言相告，对有的人他沉默不语，对有的人他讲了很多法，对有的人他让他们先去静修一段时间，他在等待，在观察，在看对方的因缘成熟了没有。佛陀的慈悲是带着智慧的慈悲，是懂得分辨时机的慈悲。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点，不搞一刀切的燃烧自己。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当你真正放下对一个人的执着，不再试图改变他，不再期待他的回应，反而会发生奇妙的事。那个人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你的放下切断了他赖以生存的能量连接，他在一片空白里有可能第一次真正的面对自己。当然，他的改变与否已经不再是你的课题，你只是从这段纠缠中解脱了自己。佛经里有一句话说的是，菩萨不舍众生，但又能做到身处世间而不被世间法染着。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却可以落实到生活里。你活在这个世界，会遇见各色各样的人，有人是你的善缘，有人是你的逆缘，有人是来度你的，有人是来消耗你的。但无论哪种，你都不要被他们带走，不要被他们的模式定义，更不要在他们身上迷失自己的方向。你的方向是从这一场轮回大梦之中一步一步走向清醒，走向光明，走向那个本自圆满的自己。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习气、业力和前世今生的事，但一切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轮回里迷失太久，都带着各式各样的习气在挣扎着生活。那个伤害你的人，他也苦，你在遇见他的那一刻，他也是苦的。佛法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无论六道众生多么无边，都有真正解脱的路。这条路不在别人身上，不在如何修理别人，而在你自己的觉醒。每一次你选择清醒而不是浑噩，每一次你选择放下而不是执迷，每一次你选择有智慧的慈悲而不是糊涂的消耗。在这些瞬间里，你就在那个巨大的轮回之轮上，往出口的方向挪动了一小步，积少成多。这些步子终将成为你走出去的路。愿你在纷繁的尘世因缘中保持清醒，保持挚爱，既能善待一切，也能善待自己。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点击订阅，让这份智慧传递给更多人。我们下期再见。